前头已经看过了，啊，这是我们的排练厅。说实话，我们的排练厅比一般的小剧场都要大。您坐。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呢，现在呢，我这个地方已经租出去了，晚上还有演出。您就是出再高的价钱，那我也不能随便毁约，是不是？您能做得了这剧院的主吗？那当然了，我是这的老板呀。冒昧的问你一句，您多大的剧团呀？啊，剧团不大，20多人吧。哈哈，哎呀，这样的话，我有话可就直说了。我这个地方，可不是随便哪个小剧团能租得起的。那现在租给的美心剧团，好歹也是50、60人的大团，场场演出都是爆满的呀。那这样，我买。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的排练暂时取消。怎么回事啊？明天就要演出了，怎么这么多人退票啊？你们啊？干嘛？怎么回事啊？啊？看这儿。哎呀，不得了了！对面美心剧团欺负人，欺负到家门口来了。他们居然把他们来帮啊贴到我们的布告栏上，还是同一天演出。这不是挑衅是什么呀？啊，是什么呀？哎呀，大妈，莫慌，他们不是要演这个《仲夏夜之梦》吗？不好，这个剧本没有我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好。你这个书呆子啊！谁现在还关心剧本好不好啊？人家剧院比我们大，场地比我们新，比我们豪华，人家观众当然愿意到他们那儿去了。俗气，书呆子！哎呀，这王八蛋，这王八蛋！你看我不糊弄，一会儿你喊不出声来。哎，这，进去吧你！谢小姐终于把你赶走，这下再也没人跟我抢角色了。哎呀，谢小姐这一打算盘啊，就说明咱们又没钱了。这外边还嚷嚷着退票，内忧外患的，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下去呀。哎，沈小姐这叫阁楼上打算盘，算得高。您也是来退票的？退票的人很多吗？赵波，顾先生，你是来找我们的冼小姐了吧？啊，冼小姐很忙吗？这是干什么？冼小姐救过顾某的命，顾某说过，这份恩情一定会报。虽说知恩图报是天经地义，但是这礼也太重了些吧？哎，冼小姐言重了。对于美心剧院想要抢长生剧团明晚演出的风头来讲，这一点都不重。当然了，搬不搬，还要随冼小姐的意。但是这剧院，顾某已经买了。明白了，你想要丁一。我说过，我不会让他跟你走的。我不会把我的人
交到一个危险的人手上。我与显小姐素未相识，显小姐却将剧团里唯一一包黄案用在了顾某身上。那么，这10盒黄案就是我对显小姐的谢礼。好大的手笔啊！黄案现在在黑市上，可是千金难求。顾先生，可真是神通广大。显小姐对黑市的行情看来是了如指掌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相信这10盒黄案，显小姐，还有显小姐的朋友们，一定用得上。东西真是好东西，也够金贵，可我一剧团老板，哪儿用得着这些药呢？更没有你说的什么朋友，用得着这东西。我只是没想到，咱们真是小瞧这臭小子了，这么有分量。显小姐又误会顾某了，黄案还有地契，仅仅是顾某个人对于显小姐的谢礼而已。当然，丁一我也要，只要显小姐能够把丁一交给我，那么条件，显小姐还有显小姐的朋友们可以随意提。只可惜，我不是地主，他也不是我们家的长工，我做不了他的主。说到底，这是你跟丁一之间自己的事儿，你直接跟他说吧。好，那么从今天起，只要丁一出了显小姐朝圣剧团的大门，接下来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了。也请显小姐不要食言。你请便。等等，还有什么事情吗？顾先生，哎，这送都送了，哪有往回拿的道理？留着吧。显小姐，显小姐，不好了，显小姐，我车刚开出城，就冲出来4个穿西装的蒙面人劫道，丁一让人给带走了。顾养山，看到这些灯光亲切吗？又回到你熟悉的地方了，啊！别过来，别过来，你别过来！
简小姐，您来了，做个头。这边请。小姐，赶时间吗？老萧同志，丁一被顾养山给劫走了。如果他落在日本人手里，撤吧你！你快过来，转过去，转过去，解绳子。对面就是朝圣剧团。那啥也看不见啊。这个顾养山是重庆卫戍区的副司令顾正则的儿子，刚刚从国外回来，为军统的上海站服务。他绑架丁一，应该是为了让丁一继续扮演李约瑟，为破译目前日本人主导苏北战场那道神秘的密码找到突破口。可是对丁一来说，这样的行动太危险了。想必你也知道我的用意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讨价还价的机会，说吧，想要多少钱？1根，2根。5根小黄鱼，怎么样？根儿。丁一只是一个演员，他对情报工作根本没有一点经验。我们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卷到这么危险的事情里边来。顾养山太异想天开了。我有个办法，我去找威廉董事。怎么样？这样，我再给你加1枚10根。之前让你负责对英情报工作，你做得很出色。威廉董事就要卸任了，可以说，你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我答应过你，这里的工作一结束，我就会送你去延安。这套密码既然这么重要，那我留下，策应丁一。这样，目前的突发情况，我要先向组织汇报，有点耐心，等我消息。我实在不放心军统做事，苏北军民和丁一都应该活下去。不，我10根也不干，钱给的越多，死的越快。我怕我有命挣没命花，我不干。我选这么个地方，看来他还是不太信任这个小替身啊。盘算着万一他识破未除，也没有机会供出咱们的据点啊。谁说你一定会死？再说10根小黄鱼，是很多人都不敢想的天价。光是细节上严谨有什么用啊？就算蒋委员长来了，我也不干。哼，真是个异想天开的大公子。杨开，看样子他还没被你说服呢。老师，您怎么来了？就他呀，难堪大任吧？老师，上级吧。领导，你可算来了，领导，你可得给我做主。你说他一个锄奸队的，您就让他好好锄奸不就完了吗？干啥要揪着我们小老百姓不放呢？这是干啥呢？不信你们问他，我才救了他的命啊！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涌泉啊，老师，他可倒好，他现在直接给我绑了，刚才还要拿10根小黄鱼去逼着我送死，这不就是恩将仇报吗？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从小到大就是胆儿小，就这么大点的小狗，它瞪我一眼，我都能吓得尿裤子，更别说日本人了。你说到时候我要是在日本人面前那露了馅儿，那可咋办呀？都不用什么辣椒水，也不用老虎凳，只需要2个嘴巴子，我就能把你们所有人全都给撂了。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个废物，我啥也干不了。麻烦你们能不能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呀？我们家就我一根独苗，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去给她养老呢。说完了。20根啊！老师，他是个演员。 6个小时，您给我6个小时，我来说服他。还要6个小时？苏北战场分秒必争，你还想要多少条人命来给你填？给你16个小时，你都破不出来。既然破不出来的话，为什么不让我试试？如果从大街上找来一个小混混就能完成任务的话，那党国花大价钱来培养我们这一群情报专员，就纯属浪费。那现在呢？破出来了吗？有办法吗？好，如果他能完成任务，我罗汉任你驱使，鞍前马后，绝无怨言。行，这是你说的，我记住了。曹站长，深呼吸，深呼吸。李约瑟的密码，即使是咱们恢复了大公列的电台搜集情报，短时间内你有几成把握把它破译了？不足1成。如果破译不出来呢？苏北战场节节失利，你觉得上面会不会问责下来啊？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有所不知，他们顾家呀，在沪江一带是望族，当年委员长都受过他们家的恩惠。你就让他去折腾去，到时候要是任务失败了，有他顶在咱们前面，委员长也不会把咱们上海站怎么着。你就是这样当站长的？真是年轻啊！到我这岁数你就知道了，在官场上做人比做事儿重要。哼！顾先生，不好意思，今天这台演出到此结束了。哎，别整那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劝我也没用，你也甭给我来那个恩威并施的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知道吧？你别说6个小时了，6天、6个月、6年也没戏。小爷我一直就是这副臭德行，哎，所以我觉得你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踏踏实实的
给我送回去，观众们还等着我上台呢。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听说你是东北人，9·18事变之后来的上海。对呀，咋了？我娘九死一生，才带我一块逃出来的。所以说，我要是在你这儿丢了性命，我得多对不起他老人家。9·18事变之后，你能从东北逃到上海，但是现在东北、华北已经沦陷，华中一带陷入苦战，上海已陷入泥潭，租界已经成为孤岛了。可能用不了几天，日本人就打进这租界来，到时候你往哪儿逃啊？哎，你打住！你别跟我聊这些。你真以为我们小老百姓大字不识几个就啥都不懂啊？9·18我们为啥跑？还不是因为东北军那些官员放弃抵抗了啊，拿我们老百姓去堵枪眼。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命大，我们根本活不到现在。哎，现在不也一样吗？日本人来了，枪一响，蒋委员长呢？人去哪儿了？跑了，没影儿了，躲到重庆去了。咋的？还想让我们小老百姓去给他挡枪眼啊？我告诉你，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官越大，跑得越快。你说的没错，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就离国破家亡不远了。哼，你别给我扣帽子，我们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8000人的联军，不费吹灰之力攻下了有10数万守军的北京城。除了当局者不作为软弱无能之外，还因为有人给他们引了路，打开了城门。日本人现在入侵南京，杀我同胞30万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而你却还想当那个领头开城门的人。我咋领头了？我啥时候开门了？你别血口喷人啊！你替李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你将刀刃对向了自己的同胞，你还说没有？我没有，我就是个老百姓，我是个演员而已，我就是他妈跑龙套的。我挣点钱怎么了？我想吃饱饭，我得活着，我有错吗？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但是苏北战场上的中国百姓，因为你替李约瑟教的密码而流血身亡，这样你也无动于衷吗？你清高，你厉害，你多厉害啊！像你们这种出身的人，衣食无忧，当然可以忧国忧民了。我们呢？我们可以吗？你如果像我们一样，天天地里刨食，泥巴里打滚，活都活不下去，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丁一，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口中衣食无忧、锦衣玉食的人。我的父亲就是重庆卫戍区的副司令，他是可以跟委员长坐在一起喝茶看戏的人。我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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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啥都没听见，我不想被灭口。我想和你说的是，
我们的确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顾家呢，有一句家训，我从小父亲就教给我，想知道是什么吗？精忠报国。是身先士卒。所以丁义，无论以后碰到什么样的麻烦与危险，我顾阳山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先看看吧，回头再做决定。谁没家训啊？老子也要家训。36计，走为上。失礼いたします。あ、どうだった？調査の結果が出ました。US の助手、チャーリー・グー。イギリスパスポートを保持しており、2日前に入国したばかりです。こちらがその入国記録です。おい、これ本物か？偽物じゃないだろ。US に国境警備と税関を支配するだけの力があれば別ですが、それはありえません。憲兵隊の方じゃ、まだ彼の行方をつかめないのか。はい。彼の車が後部局、ウェイリエンゴンゴアンに止まっているのを見つけましたが、イギリス人のところは操作がしにくく、現在人を派遣し、24時間体制で見張らせています。しかしまだ US の出入りは確認が取れていません。この2ヶ月間、彼の様子を見てきて、仕事以外で彼は自分の部屋から一歩も出てない。それがなんでまた突然、ウェーレンゴンゴアに行ったりしたんだ？不让老子走。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看谁熬得过谁。老子先把你的酒给干。武田課長、DSR はこのところ普通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特にこの2、3日の間は姿をくらまし、憲兵隊も彼の行方を把握できません。この間に何か見落としや、あるいは予期せぬことがなかったとは誰にも確証できません。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继续着令人沉醉的夜晚。
据悉，近日日军在苏北、皖北的攻势猛烈。东路大军即将包围白马湖，白马湖乡民正在动员武装反抗。白马湖，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白马湖，白马湖，保持，保持。重新躺着。上大会战。我们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你替里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白马湖高旗，白马湖高旗，不能让日本人过去！冠山，开门！冠山，冠山，我求你了，你开门！我要回白马湖！求你了，冠山，开门！怎么了？冠山，你告诉我，白马湖现在啥情况？现在怎么样？以现在的形势，白马湖撑不过72小时。那咋办？啊，对了，你爹不是啥司令吗？你赶快让他派兵去保护白马湖，去保护我娘啊！啊！算了，我就知道你靠不住，我自己回去救我娘。你别拦我！我也想救白马湖，我也想救你娘，但我有什么办法？日军现在就在白马湖，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作战计划，就算援军去了，也是白白送死。你一个人回去能怎么样呢？你一个人回去连进都进不去。那咋办？那我不能不还我娘！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换掉敌人的战训密码，这样才有可能了解到敌人的作战计划，才能够扭转局面，你才能够救你娘。但是很遗憾，我们就只有3天时间，就3天。所以这就是你找我的原因。少爷，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是你最爱吃的阳春面。您亲手做的。林雨，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也不拦你。但是走之前，把这碗面吃了，路上别饿着肚子。尝尝吧，顾叔做的阳春面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我李约瑟从来不吃这种东西。李约瑟善意，武田也是围棋高手。我代替李约瑟第一次去见武田之前，李约瑟曾经教了我快1个月的围棋，加上我之前常和人赌棋的底子，才堪堪和武田下个平手。白80，天元。白23冲13段。白1吃13再扑。哎呀，你这是要倒脱靴啊！其实吧，要真的是武田的话，在我刚刚开始布局的时候，他就能看出来。杨山，你找了一个好帮手啊！行了，你们继续，我还有个会，先走了。你们聊着。老师慢走。哎，摩斯马，又称摩尔斯电码。打扰一下啊，就这些李约瑟之前都教给过我，要不咱直接上点难度呗？啊，好，那咱们直奔主题，讲讲传递的方式。组织上认为，破译李约瑟密码对抗战大局有利，所以同意你从旁策应，协助丁尼行动，保护他的安全。但是，切记不能暴露。明白。假如说我要将这条指令传给百里之外的部队，我们加密的方式依旧是用传统的密码本，那么加密员就要对照着密码本，将这一条指令中的每一个汉字加密成4个为一组的阿拉伯数字，然后发报员会用摩斯码通过无线电将这条加密后的指令传递给百里之外的收报员，收报员会在纸上记录，然后收报员会将记录的这8组加密后的数字交给译电员，译电员再对照密码本将这串加密后的数字进行解密，翻译成汉字，最终把指令交到他们的指挥官手上。那照你这么说，直接把那密码本给偷过来不就完？我也想把敌方的密码本给偷过来呀，可是你不知道，这个密码本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情报，所以不是说我们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但是加密方式是相同，所以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比对密文还有现有的情报，找出规律，进而破译。所以只要搜集到供比照的样本足够多，就有希望进行破译。是啊，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密码本，除非对应消息的那组数字它不固定。哎，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聪明的多呀。近藤君、君は我々梅木館の中で最も優秀な暗号解読の専門家だ。その専門家の立場からしても、彼が怪しいと思うか？この2ヶ月の間、私は彼の授業を聴講してきました。しかし、彼は授業の中で暗号観察の係数について一度も言及をしていません。帝国前に授業を終えて、ホテルに戻ってしまうのです。可是为什么密钥生成函数的系数就是固定的这几个数？你的问题未免也太多了。っていうことは、これまで彼が我々の前に見せてきたことは、すべて我々をごまかすためだというのか？はい。これらすべては、隠れ蓑に違いありません。目が不自由であることも含め、彼は人には言えぬ秘密を必ず隠し持っています。李约瑟的密码之所以极其难以破译，
是因为它用了一套极其复杂的函数对信息进行加密，即使明文是相同的，但是加密后的密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仅凭监听到现有的密文信息，根本不足以破译它的密码设计规律。我们管这种模式叫做一次一密。哎，这我知道 ，one time pad。那这么说，得天天算。是啊，一次一密的运算量极大，所以他要培养大量的密码专业人才，输送到各个使用这套密码系统的部队当中。这也是你在帮李约瑟做的事情。しかし、ご安心ください。私はすでに彼が開発した暗号の関数を習得しています。それに、鍵となる生産関数も掌握しています。彼がおらずとも、この暗号システムを滞りなく運用できると保証いたします。那你让我干啥呀？下次去煤机关上课的时候，告诉武田，你要和他告别。告别？对，你告诉武田，你从英国人那听说你替他设计的密码已经泄露，因而不想再为日本人工作，并且建议他把这套密码给换掉。完了，大哥，靠嘴聊啊？那日本人又不是傻子啊！我就叭叭几句，人家就给撤了。你放心，我们也不是傻子呀。我会安排行动，让日本人相信你。でも、もし彼が敵と通じているとしたら、我々の暗号が絶対安全だと言えるか？それは。しかし、もし彼が敵の工作員だったとしたら、なぜ我々に新しい暗号システムを提供するのでしょうか？これらの暗号は、敵軍の操作からすぐに免れることができ、スーベの戦場は全てうまくいきます。ここ数日間の間で彼の身に一体何が起きたかっていうことを知りたい。ダード・ホイファンデンの彼の部屋を秘密裏に捜索するんだ。絶対に調べた形跡は残すな。それと人を派遣してウェレンゴンガンの見張りに当たらせろ。しかしウェレンゴンガンの中へは。確かに君たちじゃイギリス代表部の地盤に入り込んで操作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はずだ。でも、この私が何とか手を尽くせば、君たちを中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吧。李约瑟教你的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样丝毫不差的记住的？这很难吗？李约瑟教你的学习步骤是什么？哎呀，啥步骤也没有啊！每次他就是给我出道题，然后再把正确的解法告诉我，我背下来就完了。你全都背得下来？哎呀，我不跟你说过吗？我丁一识人善消，记性好。你啥记性？这些的话都是下回你去煤机关上课的题，要有多久？连背带写的话，几个小时吧。啊？这背简单，那主要他妈写麻烦。好，那我们计时开始。全剧终。哎呦，醒醒，下课了，下课了。怎么样，二位？这台大戏还满意吗？我终于知道李约瑟为什么找你了。看来我们是押对宝了。怎么样，罗专员？这回你该为他鞍前马后了吧？写东西以后
别这么快干什么呀？这得有一个思考的过程啊，要不这不经琢磨，一看就背出来。哼！哎，知道啥叫天才吗？天才是不需要思考的。你还有少爷，哎，姑叔啊，超生剧团的冼小姐来了，在指明要见你。见我？欢迎冼小姐大驾光临，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原本当年我想租的就是这美心剧院，奈何囊中羞涩，未能如愿，真是造化弄人。上一次去报答冼小姐的恩情，但是冼小姐并没有接受啊。冼小姐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猜的。如今在这大上海滩，冰一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你不会把它带去你工作的地方，也更不会把它带回家。所以我猜，这又近又安全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吧。果然啊，冼小姐果然是冰雪聪明。这样，给我3天时间，3天之后，美心剧院归冼小姐使用。工部局威廉董事的夫人邀请我今晚7点去威廉公馆参加他们的告别酒会。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日本人的眼线已经发现李约瑟的车在威廉公馆了。明白了，感谢冼小姐的通知。你放心，李约瑟今天一定会出现在酒会上，但是也要请冼小姐帮个忙，给威廉夫人做做功课，让她一定要死李约瑟这几天在他们家做客。我来通知你，都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那么，不知道我可以为冼小姐做些什么呢？照顾好丁一。今晚6点，我开车来接你们。你记忆力再好有什么用呢？你懂上面的意思吗？你不是也不懂吗？我懂的你不会，我会的你也未必懂。我不需要懂，我只需要背。光靠背是肯定不够了，计划有变。5天查到李约瑟的车在威廉公馆内，所以他今天晚上会派日本人到威廉公馆参加威廉董事夫人的酒会，目的就是看李约瑟在不在。所以今天晚上的酒会你必须要参加了。别，等会儿，酒会？对，我只能告诉你，这个酒会比你背的题要难得多。丁一，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李约瑟给你的教案，那么今天晚上你不是模仿他，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李约瑟。正戏要提前开始了。哎，甭麻烦他们了，合适，咱们能扣上吗？这礼服前面的扣子是不扣的。It's too big. You have to fix it. All right. 干嘛呀？此外，面容修饰也是作为像李约瑟这样一位英伦绅士必不可少的功课。哎，
That's so charming。哎，果然穿上了这身高定之后，和我认识的李约瑟又神似了几分。想要成为李约瑟，光有这身衣服，还有你的演技，还不够。你干嘛嘛？你记住啊，穿礼服切记的就是把马甲塞进裤子里，而且马甲和裤子之间千万不能露出你的衬衫。如果说定制一套西装是平地起高楼的话，那么这栋高楼它的点睛之笔就是袖扣。李约瑟一直想要加入世界数学家协会，所以他找人仿制了一对这样的袖扣。恰好我接到过这个协会的邀请，所以我这对袖扣是真的。可以呀，我自己都不舍得戴，今天给你用上，看看。哦，是这么回事。合着李约瑟那是赝品，没想到你们文化人也这么虚荣，还不如我。什么叫你们？拿着。我们。你别说啊，这眼盲你演的还真挺像。查理，给我抢来！哎，好，别演了啊！你还是把演技啊留给今天晚上。是挺累的。哎，我自己来吧，故事啊，甭客气了，咱们。哎，等等，这是餐巾，不是围兜。餐巾的使用方法是把它对折之后平铺在自己的腿上。慢用，请慢用。等等，用餐的礼仪是不该你做的事情，千万不要自己动手。坐好。安格斯肉眼，李约瑟之前吃饭有一个习惯，每一次150克，一克不多，一克也不少。一顿饭吃3两牛肉，太奢侈了吧？哎，我打扰一下啊，这上面这么多血呀，这没熟吧？这生的咋吃啊？我可不吃啊！这吃完回头我拉肚子啊！我吃你那个吧，我吃你那个蜗牛。法式焗蜗牛，我这个没血，要试试吗？换点喝呀，换点喝呀，官爷呢？我换点喝不到，官爷你们怎么不讲究？马上就要行动，怎么喝成这样？时间差不多了，完事了吗？快了。我这真下不去嘴啊！你先放下。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西餐的话，那么到了酒会晚宴上，你就离把费区稍微远一些。我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你坐下来的。行，我知道。把费，自助餐区啊。对了，说到语言的话，你也要一定注意。到了之后一定会有特别多的外国人，你尽量保持不要张口讲话。如果想表达什么，我来替你表达就好。没事儿，我能表达。你忘了我是演员，
莎士比亚的剧我全都演过，倒背如流。再加上以前李约瑟教给我几句，对付他们够使啊！你确定你真演过莎士比亚的戏，而不只是偷看过别人的剧本吗？你别管，反正我就是会说。哎，别理他，咱说正事儿。那我要是一直啥都不吃，我就干看着别人吃。李先生，你看不见。哎，你酒量怎么样啊？到时候晚宴上我给你找一杯酒，省得你尴尬。哎，你这话问的可就尴尬了啊，让我。你别看我小小的身躯，那也算是行走的酒窖，1斤2斤漱漱口，3斤4斤那不算酒。哎，但是你这酒倒的可不讲究，茶满欺人，这酒满，哎，才敬人，知道吧？我尝尝。不是，我告诉你，这酒可千万不能这么喝啊，你是容易喝醉的。你让他喝，酸点，说不定喝倒几个日本人，咱还赚了。哎，你就这句话说在我心坎里了。来，兄弟，就冲你这句话，我敬你，咱喝死他。哎，行，我知道你酒量好了，行吗？那你可不可以把酒量留给今天晚上？哎呀，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别害怕，我能喝。洛阳亲友如相问，咱啊，干了这瓶咱再论。少爷啊，显小姐爹那个丁一的车到了，在后面等着了。顾二爷，坐。你怎么不看着他呀？要不咱们取消行动吧？他醉成这样，我看日本人不用问他就全招了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不可能取消。一会儿到了地方，他如果还这样的话，进去我先灌他几杯。那不可能，那酒堵不住我的嘴，我该撂全能撂。威廉夫人好不容易答应帮忙，如果这次失信，以后就更难办。太难办了就。好吧。丁一，It is the East. And Juliet is the Sun. 我告诉你啊，朱莉，我送你那朵玫瑰花，你可得给我收好了，听见没有？啊？Miss Jen, you finally came. Mrs. Williams is waiting for you. Please tell Mrs. Williams I will be there right away. Ah! 丁一，到地方，醒一醒啊！吓醒了都。你好点没有？就是有点恶心，但不是特晕了。你怎么样？不是特晕了，就是有点恶心。时间差不多了，该进去了。我去找威廉夫人，你看住他，别再出岔子。放心吧，这有我的。走。
不是，等会儿，眼镜呢？不是给你了吗？你什么时候给我了？不是喝酒的时候吗？哎，这不是我那副吧？这是我的啊，带着吧。走。你好，好久不见，你又漂亮了。你今天也很漂亮啊，谢谢。嗨，嗨，沈小姐，好久不见。张先生，好久不见，你好啊。你好，沈小姐又漂亮了。来了，你又来了，俊，好，谢谢，马上就来，快上来，Oh, nice to meet you. 田小姐，这么快就抛弃我了吗？今天好开心。是。希望别回答。Hi, Cindy. Hi, 碧云，夫人等你好久了。Oh, sorry. Madam William, I apologize for not being able to attend the opening of the banquet today. It's okay. Oh, where is the Mr. William? Oh, his eye disease has occurred, so he went back to rest.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能不能来口水喝？有点烧糖。我先给你找个地方坐下来，再帮你拿水。开玩笑。李先生，请坐。好，我去给你拿水啊。好。再忙一点，配合一下。我这是。他怎么来了？他们不就应该来吗？要不然咱俩干啥来了？你没看是3个人来的吗？啊？那个姑娘叫孟姐，她的父亲是卫生署副署长孟明义，跟我父亲有过交集。我和孟姐，我们……叨叨。可是她应该在重庆，为什么会来这儿了呢？看来是孟明义折了，变成今日分子了。来配合一下。我今天已经很累了，陪你们演了很久了。坚持一下。但是孟姐看起来很紧张，可能是被小林还有技能要挟过来的。大哥，咱能不研究别人了吗？你研究我行吗？我都快吐了呀！你再忍一下呀，等到锦腾和小林发现李月色在这个晚宴上，咱们这出戏就结束了。要不咱主动过去跟他打声招呼也行。就你这样怎么打招呼？哎，别乱看，你是盲人。Do you want? No. Thanks. 近藤さん、戻りましょう。待て。様子がおかしい。
上厕所。世贤，世贤，世贤，贤，哎呦！丢弃！没事吧？没事吧你？不好意思，砸到您了，不好意思。李先生，我把一位小姐撞倒了。啊，快去照顾你。好，没事吧你？我来吧。来，起开。是，实在是我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姑娘。李先生，你是金党丧郎。哦，你也在。来，你的脚是不是扭到了？我李先生，这位姑娘的脚扭到了，我把她送出去，马上就回来。快去吧，这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好。Wow, this is so romantic. 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13能知棋，14采桑难没头，15嫁入卢家妇。世贤哥哥，Mrs. William, take a look. They dance so happily. I think you should also go down and jump. Excuse me. 云，夜莺，李先生，武田科长一直在找你。这几天你没事吧？没事。我们去卫生间。姑娘，那台车是你的。这辆就是。好。武田課長が来られました。我总是会想起我们以前一起拍电影的日子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这么漂亮啦？我可不像梁太太有这等好福气，嫁了个好先生。哎，你跟老梁怎么样啊？老梁对我嘛，肯定是没话说的了。哎呀，就是军统那帮王八蛋，当着花言巧语啊，让老梁去苏州当个站长，结果给了个冷板凳。怎么会这样啊？那梁先生……算了，不说了。老梁这个人你晓得的呀，他又不喜欢打打杀杀的喽。正好，王主席不是在上海搞和平运动吗？跟老梁想一块来，他不方便来，我替他走动走动。是啊，能和平，谁愿意天天打仗呢？就是。我刚刚从威廉董事那儿听说一件事儿。说不定王主席会感兴趣。碧云，你来一下。一会儿说。
近藤先生还在吗？我就在你身后。啊，今天真是辛苦你了。没关系，今天晚上没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有毛巾吗？就在你面前。我忘记了，你看不见东西。李先生，你是不是喜欢吃蜗牛？不要再和我提蜗牛，我恨它。小姐，今天实在抱歉，我们家先生还在里面等我，先失陪了。小姐，还有什么事情吗？名片。这是我工作的地方，白天我都会在，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好，那孟小姐，我相信我们有缘还会再见的。告辞。李先生，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找一下威廉夫人。昨天的话题我们还没有谈完。李先生没事吧？你们是？放开我！我看不到，你也看不到吗？地上有东西，为什么不提醒我？真抱歉，李先生。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Get out! Get out! 是的，李先生，你的西装。等等，别装了，你看得见。你在说什么？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拿我的眼睛开玩笑。刚才我为了试探你，故意把蛋糕扔在你面前，而你为了装傻，也故意在蛋糕上摔了一下。但你不知道，我真正的题目是这个。我故意把自己的西装搭在了你西装的上面，
如果是盲人，应该会拿最上面的一线，或者至少从最上面的一线开始摸。但你是怎么做的呢？为了早点离开我的视线，准确无误的迅速选出大理萨的你自己的那件西装。你是瞒不了我的。How dare you bring a gun to my party? Sir, put down your gun, please. Step back! Step back! 李先生是武田科长的客人，用枪指着李先生，合适吧？哼，他是我们的敌人。查理，李先生，不必动怒，先帮我拿一下喜服。是，李先生。近藤先生，你居然因为我拿对了自己的西装就要杀了我，蛮夷终究是蛮夷，简直可笑。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别激动，别激动，我只是想告诉近藤先生，不用眼睛也可以第一时间区分开两套西装。我想在座的所有绅士都能够做到，不过除了你。近藤先生，可以借你的西装一用吗？你干什么？把你的西装给我，我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李先生，西装拿到了。在座的所有绅士都知道，面料和织纹是一套西装的脸面。布料和织纹是一套西装的脸面，无论这个西装的线条是冷峻还是细腻，都取决于这个布料。高定西装几乎都会以全麻的材料做成，全麻作为中间层，但是我这一套是以羊毛，而我这一套不同，是以羊毛做成，纯手工纺织。上海这一年呢，也就这么几天。上海一整年只有这几天的天气最适合穿，所以我一摸就能够认出我自己的西装。至于你这一套，都没有衬。闭嘴！不要辩称，刚才你是把西装从我手上直接拿走的，根本没有摸的过程。看来近藤先生还是很细心的。没错，我确实没有认真的摸，因为我一上手就碰到了这个。哎，老大，我问一下啊，就我刚才我就发现了，你看这儿，这有一破洞，我能看出来啊，它是补过的，但我感觉还是很明显。你有吗？想要成为李约瑟，不仅要有一身高定的西装，还要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这叫做花孔，是旧时欧洲贵族们出席典礼时专门用来插花装饰自己的。士兵们通常会将第一颗纽扣解开，并将衣领翻向两侧。这种穿着方式流传到民服当中，流行于民服之中，就变成了西装脖领，并且保留了这个扣眼。上海的裁缝会做扣眼，可萨维尔街上的裁缝习惯于做米兰插花眼。我的裁缝就更不同了，他有自己独特缝制花孔的习惯和手法，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所以
刚刚只要我一碰到这个花孔，自然就很快拿走了。不过确实很抱歉，近藤先生，是我思虑不周，没有考虑到万一您的西装也是在我的裁缝那里定制的呢。我真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摸一摸你的西装上有没有花孔。吕先生，抱歉，这件西装的脖领上没有花孔。很遗憾。来了。 Who's this? Japanese? Who allowed the Japanese come in? 对了，对了，夫人来了。李子 ，I'm very sorry. 哼。But Mr. Takeda wants to see you.